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鹤壁。这两天在河南旅游啊，对这个商朝的文化挺感兴趣的。前两天刚参观了安阳的殷墟，现在到了鹤壁这个朝歌。朝歌这个名字熟悉吗？看过《封神榜》的人，什么商纣王啊、妲己呀、姜子牙，朝歌就是商纣王的都城。来到这里以后啊，解开我心中多年的一个疑问，就是商纣王时期的朝歌到底是哪里啊？就是今天的鹤壁，具体的是鹤壁的祁县。这里有露台，有封神台，《封神演义》都来了啊。这个是露台，这是商纣王建了7年才建成。这其实是他一个小金库啊，是他和苏妲己歌舞祭天的地方。真威武啊，建了5层，这都是后建的。据考证，应该是在原址上建的啊。这旁边就是齐河水。当时商纣王和周武王打仗，商纣王打输了，他退到这个台子上啊，就自焚而死了。跟明朝那个亡国之君崇祯皇帝一样，崇祯皇帝是在煤山上上吊而死，这个商纣王啊是在露台上自焚而死。现在这个是不开放的，进不去啊，也上不去。如果能上去看看就好了，感受一下那个商纣王的这种视野啊，登高望远的这种感觉。商纣王死了以后，他的尸体就埋在这个齐河下面。他儿子先是把齐河水截断，然后在河床底下挖了一个墓，这样竖着放进去的。他不是这样横着放啊，是这样竖着放的。这个资料上记载是这样记载的。然后又把墓啊做好封口。这个河流又重新恢复，这样商纣王的墓就跑到河底去了，就是不让别人盗他的墓这个意思啊，别人找不到他的墓在哪里。但是现在已经找到了，在这个齐河水的下游5-6公里的地方。下个视频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啊，还有苏妲己的墓。这边真的有一个封神台啊，就是这个台子，这是干嘛用的呢？《封神演义》中姜子牙为这个武王伐纣过程中阵亡的将士们封神的一个地方，相当于一个祭祀的坛。我也感受一下啊，这应该是后建的吧，就在露台的对面。商纣王，历史上有名的暴君。纣王留下千古恶名有2件事：一是炮烙之刑，在一个空心铜柱底下加上柴火烧，令犯人行走在石柱上，然后坠入火中活活烧死；二是勾心杀比干。比干是商纣王的叔父，屡屡劝谏纣王，次数多了，商纣王动了杀机，于是活剖比干。史记记载，商纣王广闻博见，知识渊博，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。东汉王充在论衡中也说道，世间对纣王残暴的传说有夸大之嫌。周王朝出于统治需要，在夏朝末代天子夏桀的恶行照搬，并夸大其词，将纣王这个末代商帝丑化到极限，让纣王成为后世传说中的头号昏君和暴君典范。纣王也因此沉冤了整整3000年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，看我身后这是什么？纣王之墓。商纣王啊，商朝最后一个大王，纣王的墓啊，就是后面这个大土堆。这个地方是河南鹤壁的祁县，带大家看一下这里啊，看看这个纣王的墓是什么样的啊。纣王是商朝的亡国之君，武王伐纣，被周武王打败了。这里还有一个他的雕像呢，后面立了很多碑，这上面都刻了很多字呢啊。这就是纣王，后面是他的坟墓。看一下四周的环境，这边是一片高粱地吧，还是玉米地啊？这里是齐河，一条河，那边是村庄。这地方比较偏僻啊，我是坐车过来的。商纣王的名字叫做帝辛，武王伐纣时候他就打了败仗，然后在露台就自焚了。商纣王自焚而死，周武王并没有对他的后代赶尽杀绝啊，还是让他的后代生活在那一片地方。商纣王死的时候有个遗愿嘛，就是要把他的尸体埋葬在这个齐河里面，旁边就是齐河。商纣王的儿子带领人
然后把齐河水截断啊，截流了，在那个河床底下挖了墓坑，是那种竖坑啊，不是横的。然后把商纣王埋进去，把坑填好，然后又让这个河水重新恢复流动啊。就这样，商纣王的墓就埋在齐河的河底下了。后来是怎么样发现的呢？是经过上千年啊，这个齐河水往东偏了，它这个墓啊就露出来了。本来以前这里是在河底呢，后来就藏不住了，后来这个河水改道，它露出来了，这才发现商纣王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。这个人贪图享乐，爱好美色，发明了炮烙之刑，还有著名的酒池肉林，在苏妲己的魅惑下，把商朝500年的基业也给丢掉了。商纣王现在可以算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昏君了。正在这个村子里走的呢，为什么来这里呢？要去看一下这个苏妲己之墓。刚看了商纣王的墓，就是后面那里。苏妲己的墓离他不远啊，到了就是这里啊，这里有个大土堆，前面有个墓碑啊。苏妲己墓的旁边是那个姜王后的墓，就是这个土堆啊。先去看看这个苏妲己的墓。哎呀，这个草长得很高啊！看看这个墓碑上面写的“苏妲己之墓”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这边还有一个墓碑。哦，这个是2014年12月20日立的，河南淇县殷氏宗亲他们立的，应该是真的啊。史上4大昏君，第一，商纣王。商纣王是商朝的末代君王，他宠爱美人妲己，沉湎声色不能自拔，在酒池肉林中观看酷刑取乐，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营建朝歌城，对外屡次发兵四处征伐。日益昏聩的纣王也听不得逆耳忠言，日益荒诞无道的行径，最终让商朝被西周取代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河南的有里城，这个有是这样写的啊，第一次都不太认识这个字。这里是周易的发源地啊，进去看一看，门票40。一进来就是周文王的雕像。在商朝末年，那个商纣王把周文王囚禁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有里城。被囚禁期间，周文王根据之前的伏羲8卦推演出来64卦，这就是后来的周易。看这里有块碑，周文王有里城。为什么叫有里城？因为这附近有条河叫游河，河的南边叫里，河的北边叫外，所以是有里。为什么叫城呢？因为这个周文王的地位比较高，他是周这个部落的首领，所以叫做城，连起来就是有里城。当时周文王就被拘禁在后面这个高台上啊，这个面积还是挺大的，这也算是中国最早的监狱了，上去看一看。看过《封神演义》的人应该知道，商纣王为什么要囚禁周文王呢？是因为周文王这个人他能力很强，在他的带领下，周这个部落发展的非常好，实力很强，慢慢的就威胁到了商朝，所以商纣王找了个机会就把他囚禁起来了。在被囚禁期间，商纣王很多次想加害周文王，但是周文王的占卜能力非常强，他利用推演出来的周易64卦，成功的就事先占卜出对他不利的事情，逢凶化吉的躲过了很多次灾难。周文王被囚禁了，他的部落也想营救他，他的大儿子就带着金银财宝和美女进献给了商纣王。商纣王很高兴啊，就打算放了他父亲。但这时候苏妲己出了一个馊主意啊，他说不能这么轻易的放走周文王，要把他的名声搞坏。怎么搞呢？他们把周文王的儿子就杀了，做成肉饼给他吃。古人都说虎毒不食子呀，如果能连自己的儿子都吃了，那说明这个人真是心狠手辣，是吧？结果周文王没办法呀，就把肉饼吃了，然后就被放回去了。周文王回去以后啊，给大家解释了这件事情，
然后从口中吐出来3块肉，这3块肉就变成了3个兔子。然后周文王带领族人励精图治，为推翻商纣王做好了准备啊！这就是文王居而演周易的故事。哇塞，这里有个好大的八卦阵啊！如果迷失在里面就死定了啊！这是根据八卦里面的乾坤艮兑坎震离巽排列出来的。如果你不懂得八卦，那你肯定走不出来啊！我现在河南安阳，这是安阳的殷墟王陵遗址。刚参观完那个宫殿遗址，宫殿遗址发掘了甲骨文，这个王陵遗址发现了司母戊鼎，进去看一下。这个王陵遗址就是埋葬国王还有皇室成员的地方，一共发现了13座大墓。这地方是有简介的，来这里呢主要是2个看点，一个是看一下3000年前的这个墓室结构，还有墓室的陪葬品，还有活人殉葬这个习惯。还有一个呢是看这个司母戊鼎的发掘处。司母戊鼎我们在历史课本上学过啊，这是国宝了。这个编号 M260 的展厅是这边最重要的一个展厅，这里就出土了司母戊鼎啊，就是那个现在是复制品吧，放在那里。司母戊鼎是出土历史上最大最重的那个鼎，875公斤。看它这个大墓啊，这边是墓室，那里是墓道。墓室的正中间有个坑啊，里头还有人骨头呢。从侧面看一下墓的全部结构啊，这个墓的主人是谁呀？现在还不知道，但是据推测是这个商朝鼎盛时期这个国王武丁的老婆，他很多老婆，只是其中之一。据推测，这个女性叫做戊，就是司母戊鼎的这个戊。在那个宫殿遗址有一个妇好墓，那个妇好也是这个武丁国王的老婆。这个武丁国王对他老婆都挺好啊，都是厚葬。那个墓里面也是发现很多的陪葬品。这个是车马坑展览馆，这里面展示了3000年前的车子是什么样的。就是这个坑，里头有2个马车，还有骨头啊那里。这个是王陵墓葬展览馆，这里面有很多祭祀坑，哇，规模非常大呀！看这个地上啊，都是一个一个的坑，这都是祭祀坑，就是国王死了以后，这些人就是陪葬的呀。这里面每一个坑里都有骨头啊，规模很大。这边的几个坑都用玻璃罩罩起来了。这里面不光是有人的骨头啊，也有一些动物的，还有狗的。太残忍了，殉葬制度。这个是受祭坑，这后面的坑里面埋葬的都是各种动物，都是给这些国王们殉葬的。埋的大部分是马，还有狗啊，还有狐狸，然后还有大象呢。现在都保护起来了，随便看一个吧，现在都是成了白骨了，马的骨头。我们航拍看一下这片王陵遗址，这都是3000年前的墓了，都是商朝的这个王室成员和贵族的墓，在墓里面出土了大量的珍贵的文物。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奇怪的形状，这其实都是墓的形状。这很多墓都被盗过的，然后我们也考古发掘过。考古结束以后，又重新把土填回去，按照这个墓的形状，在土上面种上草，把以前的墓的形状勾勒出来，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奇奇怪怪的形状啊。这个地方参观完了，看这个复制的司母戊鼎，青铜时代第1鼎，厉害了啊！说一下我参观完以后的感想啊，就是终于找到一个比西安的历史更久远的地方了，就是这里。我们想一下，西安建都是什么时候呢？是从西周时候，东周就去了洛阳了。
这个地方是商朝比周的那个年代更久远，所以这个文化自信嘛，就是这么一比较起来，西安和洛阳在安阳的面前那都是弟弟呀。文化自信，安阳人雄起。